资，在邻居眼里，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打车远离城市，就不会被丧尸围堵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去搞辆房车，直接远离城市。我眼前一亮，当即点了点头。由于我们上的这个学校是廉价大学，属于直接拎包入住的，没有钱的我直接在各大平台开始借钱，这才拼凑出了8万块，然后发了个信息给林夕，他负责去租房车，我则去超市囤食物跟各种物资。我先是打车直奔附近的大型超市，趁爆发前囤积一波物资。我推着购物车先去了速食区，找到袋装方便面，能保存较长时间，还有各种零食全部买上，然后还买了很多的冷冻炸鸡。危机爆发前还是得老老实实结账，我觉得这样的模式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后面又搬了10几箱的火腿肠，还有午餐肉罐头，最后还囤了30箱的矿泉水，外加10箱纯牛奶。当所有货物堆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挺担心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林夕租的房车够不够大，不知道能不能全部放进去。房车已经办理好租赁手续，等我加满油就出发。我收起手机，总感觉还遗漏了什么东西。林夕开车过来还需要50分钟，应该来得及。我又去了生活用品区域，买了一顶便携式帐篷，还有一些太阳板设备。下午3点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1小时，我终于等来了林夕的房车。我们赶紧把货物都往车上面搬，可我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们还没有囤积药物。那我先搬物资，你去看看还能不能买到药物。我赶紧来到药店，让服务员帮我拿货，像创口贴、感冒药，还有一些消毒水，都帮我拿一些。等我结完账时，我往外面看去，发现女人突然朝一个男人扑了过去，男人毫无防备，瞬间被扑倒在地，几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长空。一瞬间，我的汗毛倒立，这个场景简直是太熟悉了。我下意识去看手机上的时间，下午3点33分，丧尸提前爆发了。我赶紧拨通了林夕的电话，提前爆发了，超市门口已经有人变异，不管搬完了没有，你赶紧离开那个地方。那你在哪里跟我会合？我在附近300米的药店门口。说完我就挂掉了电话。小姑娘，你刚刚说这是什么？是丧尸吗？我点点头，然后赶紧往外面走去。老板立马开始关卷帘门，由于卷帘门的声音太大，吸引了附近一只丧尸。我赶紧拿起地上的灭火器，直接用力的丢了过去，灭火器重重的砸在了丧尸的脑门上。房车也在这个时候开了过来。上了房车的我内心一阵后怕，但是看到一整车的物资让我开心起来。房车如同离弦之箭般往城市外面开去，后面的丧尸依旧在紧追不舍地跟着。真的要吓死我了，外面的丧尸太恐怖了。不要担心，我的车技还是不错的，希望这一次我们真的可以存活下去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觉得一切都太过于离奇，也不明白丧尸为什么会提前爆发。临近黄昏，我们驾驶的房车才驶离市区，朝着北方驶去，那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奔波一路，终于得到了放松。当天晚上，手机被推送了一条简讯新闻，呼吁要居家隔离，等待救援，后续会分发物资，派军队围剿，让大家不要恐慌，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网络媒体上丧尸爆发的评论早已冲上热搜，各种关于丧尸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。这些消息跟上一世一样，但这一次我不再等待救援，而是主动寻求自救。我知道，只有远离城市，才能避免丧尸的袭击。天黑后，我们将车停在了国道路边的空地上，然后把车上的窗帘全部拉上，只留了车顶的天窗，让空气流通。晚餐，我用车上的微波炉加热了炸鸡，这应该算是末世很奢侈的食物了。看着做好的炸鸡，让我食欲大增，拿起一块就往嘴里送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吃完才觉得有美食的情况下，末世也不过如此。吃完饭后，才发现天空居然下起了雨，噼里啪啦的打在天窗上。深夜，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次我们能活下去吗？当然可以，既然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，就是要让我们活下去的。听到林夕这样说，我才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第二天天蒙蒙亮，空气中隐隐传来腐烂的气味。现在是夏天，温度高，这附近肯定有丧尸。林夕赶紧发动车子，丧尸被声音惊动追过来，还好速度慢，被甩在了后面。我趁着现在网络没有瘫痪，手机下载了全国道路地图。下一个城市我们要进去看一下吗？不是，现在人多的地方都危险，我们要避开人多的地方。末世的第10天，网络彻底瘫痪了。我猜测电力系统先是停止供电，然后是网络直接崩溃。但是好在房车车顶配备了几块太阳能板，房车日常使用肯定是够的。我调着收音机，一连串杂音过后，终于到了官方频道。尊敬的各位居民们，请不要再随意走动，我们已经在清理丧尸，虽然人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34400，希望大家不要放弃。那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沉重地压在心头，就连外面的天空也瞬间变色，暴雨顷刻而下，
好像老天在为末世哭泣一般。我赶紧拿出水桶接雨水，虽然没有过滤器，但是作为生活用水还是可以的。可我刚要回到车上时，旁边居然传来丧尸的嘶吼声，吓得我赶紧跑回车里。重生的我囤了一房车的物资苟活，希望这一世不要再被丧尸吃掉。在我们匆忙抢购物资后，坐上房车往北方逃去时，城里已经被丧尸包围了，街道上到处都是丧尸的可怕身影。当我们逃离了丧尸的追赶时，暴雨顷刻间就下了起来，就好像老天为末世哭泣一般。我赶紧拿出水桶来接雨水，在我刚要回到车上时，旁边又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。还好丧尸的速度不是很快，我在他扑过来之前关上了车门。林夕第一时间启动车辆，以120码的速度往前开去。下午雨停后，我们在路边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汽车。我利落打开车的引擎盖，然后将橡胶管插到里面，把另一端直接放入嘴里吸气，最后快速的将吸出来的油放到备用桶里面。但没过多久，油就被抽干了。最后检查了一下后备箱，还发现了一把铁锹。在远处观察的林夕突然发现了什么，他立马打开了对讲机。10米处有一只丧尸。我直接走到丧尸跟前，抡起铁锹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狠狠敲在他头上。看着地上黏糊糊的绿色粘液，我感到胃里一阵恶心。末世第80天，我无聊地调着收音机频道，无线广播发出预警。我方专家预测，在省内将有大范围尸潮爆发，军方表示会阻止丧尸弥漫。我赶紧拿出手机进行查看，直接两眼一黑，这要摧毁的正是我们出省的必经之路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总不能被困死在省内吧？我打开手机查看是否有解决的办法，但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。两个人都沉默了。林夕飞快地翻看导航，这里有条小路，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要翻越山区，最主要的是我怕燃料不够。重生的我囤了一房车的物资苟活，希望这一世不要再被丧尸吃掉。由于政府将要大范围炸毁交通要道来抑制尸潮，不得已我们冒险跑到加油站补给燃油。在加油站干掉丧尸后，我们逃到了郊区，没待几天却又被无人机跟踪追赶。我们用汽油燃烧解决了追来的劫匪，躲进了一处丛林里。暂时安全后，却发现房车居然只剩下10%的油了。我们的油已经开不了多久了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咋办？林夕先是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看向远方。眼下咱们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把油量耗干，然后弃车走路；另一个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加油站，然后把油箱加满。听完林夕的建议后，我陷入了短暂的迟疑，毕竟我们现在身处于山区之中，遇到不要命的劫匪太危险了。不过现在的加油站里一定聚集了丧尸群，我露出了坚定的神情。我们面对劫匪，不如去面对丧尸，毕竟丧尸没啥思想。为了防止车子没电，我在太阳最大的时候用杆子把太阳能板往车顶上面放。可我们的房车刚刚跑出没多远，就听到后面的山路上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哇，可能是昨天那2个劫匪的同伙。林夕立刻打方向盘，然后又狠狠踩了一脚油门，而我则看向房车窗外，清楚地看到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正急速朝我们追来。怎么办？咱们的房车根本跑不过他们。没事儿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林夕先把房车往车道内侧偏移，故意让后面的越野车超了过来。超过来的越野车摇下车窗，嘿嘿，别跑了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林夕见时机成熟，露出得意的微笑，猛地向悬崖内侧打方向盘，房车狠狠撞在了敌人的越野车上。很快，越野车就被我们甩远了。可还没等我们高兴，我们的车速瞬间慢了下来。林夕眉头紧皱着，完了，我们的车没有油了。当我们车慢下来后，越野车很快就追了上来，我顿时被吓哭了。思思，你别怕，等会儿那几个歹徒上了车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你找机会逃跑。那你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眼下的情况，咱俩只能跑一个。林夕拿起手中的铁锹，眼神坚定地看着我。思思，一会儿我开门的时候，你就从驾驶位那边逃走。可是我跑不过他们几个大男人。你放心，我会拖住他们的。我看了一眼林夕手里的铲子，心里快速思考起来。他要是骗我的怎么办？可我们同甘共苦了这么久，他应该不会骗我才对。这不能怪我太多疑，毕竟身处末世环境之中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林夕反手放在车门上，刚要打开的瞬间，思思，快跑！当我跳下车门时，后面传来了激烈的惨叫声，我赶紧往后跑去，可没走多远，后面又传来声响。小妹妹，你再往前跑，这个小白脸就要死在这里了。我立刻回头看去，就见到了林夕身上沾满血迹，人已经虚弱的不行了。男人冲着我招呼：小妹妹，快回来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站在原地并没有动作，只是低着头思考。男人立刻发狠起来：真是给脸不要脸，给我打掉这个小白脸的一只手！不要再折磨他了，
我现在就回去。我赶紧朝着房车的方向走。林夕看到我回来，立刻张嘴想说什么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救下他的决心。后面我跟林夕被困在房车里，旁边还有人在看守。林夕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，思思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紧紧地闭起双眼，然后苦涩地一笑。没有食物，没有车，我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小妹妹，你还挺识相，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就当男人伸手要触碰我时，房车外的男人敲打着车门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尸潮来了，快点撤吧！真是扫兴，等老子回了度假村，再好好的收拾你。之后，男人就用锁链将2辆车固定上。我赶紧打开了车窗，恰好看到远处乌泱泱的丧尸群正朝我们这边走来，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我知道之前的打斗声会引起丧尸的注意，而我回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。房车被他们的越野车一路拉着跑，很快就开到了一座有人守卫的度假村。七叔带着我一路往前走着，立刻便有人迎了上来。七叔这次的收获还不错嘛，抓这2个人还折了不少人，我要狠狠地惩罚他们。看到那个小白脸了吗？直接把他拉去当苦力就行了。而我则是被七叔带着往里面的一间房子走去。就当我快速地思考逃脱办法时，一个男子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。七叔，不好了，尸头过来了！这下该怎么办呢？重生的我囤了一房车的物资苟活，希望这一世不要再被丧尸吃掉。外面的城市已经被丧尸包围，城市早已没有人类的痕迹。我跟舍友就在山里碰到了亡命之徒，房车被耗尽了燃油，我们也被劫匪用武器挟持了。之后劫匪就将我们带到了守卫森严的度假村，我被劫匪带着往一间房子里走去。就在我快速思索逃脱办法时，一个男子神色紧张地跑了过来。七叔，不好了，外边有一大波尸潮已经出现在门口了。七叔神情瞬间变了，然后看向男人，先通知所有人躲进临时避难所。男子只是愣愣地点点头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小妹妹，算你走运，等尸潮结束了，我再来好好的照顾你。门口的士兵正用武器疯狂地攻击丧尸，可惜尸潮真的太多了。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攻破，我用手拉了一下林夕，然后立马往后方望去。我看到了一片垃圾堆，豆大的苍蝇四处乱飞。林夕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赶紧动身往那边走。可有一个士兵刚好看见我们要逃，不许动！你们俩要去哪儿？他举起枪瞄准了我们。七叔也看了过来，不用管他们，等会儿尸潮一来，他俩就死定了。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外面大门已经失守，已经有丧尸跑到小镇里边来了。我跟林夕躲在了垃圾堆的后面，我觉得这样可以掩盖气味，可还是有丧尸晃晃悠悠地往这边走。咋办啊？我们没有地方躲了。林夕好像四处在查看什么。没事，我有办法啦。林夕拿出藏在身上的打火机，点燃绳子，绳子被烧断后掉在地上，好在没有弄出什么声响。现在我们咋办？也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吧。我紧张地往洞口看去，发现丧尸好像在往这边看。重生的我囤了一房车的物资苟活，希望这一世不要再被丧尸吃掉。末世第200天，劫匪控制的避难所已经被丧尸彻底攻破。我跟舍友第一时间开车走小路，准备逃出省外，希望我们能够逃出这个绝命地狱。就当我要美美的睡上一觉时，急速的刹车声让我紧张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紧张地朝外面看去，外面出去的隧道已经被一些碎石给堵死了。我看着眼前明显是人工堵上的痕迹，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泪水。难道我重生一世也改变不了被吃掉的命运吗？我还能有再次重生的机会吗？随后我在床上发呆地看着窗外的暴雨，突然瞥见了床旁边的一个箱子。我找到工具后，第一时间打开箱子，发现里面居然全是炸药。林夕听到动静看了过来。这是炸药吗？那我们就有救了。我之前是建筑工程专业的，绝对有把握把那些碎石炸开。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，然后又委屈地看向林夕。这个炸弹根本用不了，它的电子开关因为下雨已经坏了。林夕先是沉默了一会儿。没事，我可以把它改成用引线点爆。我顿时开心起来。那就快点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可是林夕突然皱起了眉头。爆炸这么大的动静，一定会引来尸潮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能炸出一条路，咱们就有救了。那
要是逃不出去怎么办？听到这句话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我认真的考虑了半天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留在这里，资源早晚会耗尽，而且丧尸会越来越多，不如直接拼一把。我先是把箱子往隧道口那边搬，林夕则蹲在地上用尺子量距离，然后我将炸药挨个递给他，林夕则直接坐在地上争分夺秒的改装起炸药来。林夕把引线拉得很远，还在地上放了一把雨伞，防止雨水打湿引线。接着他用打火机将引线点燃，然后立马回到车上，启动车辆，退到了足够安全的距离。引线还是引到了炸弹，随着巨大爆炸声，碎石被炸得四散而飞。可等我们靠近才发现，无数碎石散布在隧道内，房车一旦开进去，极大概率会翻车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林夕也一脸愁容。估计是我用量太大了，现在只能想办法快速清理掉这些碎石子了。那我去清理吧，你留在车上别动，这样有突发情况，你可以第一时间开车。林夕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一个人搬运这些不大不小的碎石，可当我搬起最后一块的时候，隧道的另一头那边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。林夕顿时着急起来，快点上车，尸潮大军过来了！我以最快的速度上了车，车子立马往隧道深处冲去。可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天空好像也出现了诡异的异象。在车子进入隧道的一瞬间，一阵强烈的光线照射过来，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在睁开眼时，眼前居然是一个正常的城市，唯一的不同就是这里好像异常的安静。我感到害怕，继续往前走，发现前方有个男人走了过来。大哥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死者世界，死人的伊甸园。我脑袋一下子被这句话炸懵了，直到雷声响起，我才清醒过来，发现刚才只是幻想而已。就在车子快行驶出隧道时，车子突然发生倾斜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估计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轮胎。等我下车才发现，刚好有一前一后两块大石头把前轮卡在了中间。现在怎么办？要么进车里躲着，要么据守抵抗，等待救援。之前那么大的动静，肯定也吸引到了其他生还者的注意。远处有无数丧尸往房车方向走来，估计已经有上百只。我拿起一把斧头，林夕拿着铁锹，反正怎么都是死，那就放手一搏吧。就在我准备往前冲时，后面突然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。太好了，我们这下有救了！思思，你别放松，他们不一定是来救我们的。直到越野车驶过，我们才发现车上没有救援标识，估计又是劫匪之类的幸存者。对方训练有素的抬枪射击，远处的丧尸很快就被消灭干净了。就在我快速思考对方要干什么时，对方有个男人走了过来。前面的朋友，我们能帮你们离开这里，但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硬气的抬起头，我们凭什么要信你？就凭我们手中有枪。男人特意抬手，示意后方的人全部把枪举了起来。你真以为吃定我们了？怎么？你真以为我一定得求着你们吗？居然都不听我要说什么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这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等等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的我囤了一房车的物资苟活，希望这一世不要再被丧尸吃掉。末世第200天，劫匪控制的避难所已经被丧尸彻底攻破。我跟舍友第一时间开车走小路，准备逃出省外，希望我们能够逃出这个绝命地狱。今天的天气异常诡异，暴雨接连不断的下着，房车被堵在了出省的隧道口。我们打算用炸药把它炸开，引线很快引爆了炸弹，碎石被炸得四散而飞。之后我们开着房车进了出省的隧道，可后面的丧尸依旧穷追不舍。就在车子快行驶出隧道时，车身突然倾斜，我的身体向后倒去，直到下车我才发现，刚好有一前一后2块大石头把前轮卡在了中间。远处有无数丧尸往房车方向走来，估计已经有上百只。就在我陷入绝望时，后面突然传来马达的轰鸣声，正有几辆越野车快速朝这边驶来。对方训练有素的抬枪射击，远处的丧尸很快就被消灭干净了。可就在我以为要获救的时候，对方有个男人走了过来。我们能帮你们离开这里，但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硬气地抬起头，我们凭什么要信你？那你们就去死吧。男人和2个手下举起枪来。这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等等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男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说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林夕难以置信地看向我，正要伸手阻止，我赶紧朝他点点头。还是小妹妹懂事，只要把你们的房车给我，我就叫人拖你们出来。恐怕你们想要的不是我们的房车吧？男人明显愣了一下，这下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。我们车上确实有你们想要的炸药，但你需要先帮我把车拖出来。
男人只是回头看了一眼，就有一个手下走了出来。他把一根牵引绳绑在房车后方，很快，房车在越野车的牵引下脱离了石堆。男人拿着枪走了过来。现在能把炸药拿出来了吧？我顿时露出笑意。其实剩下的炸药我留在了洞口的另一边，你直接叫人去拿就行。男人的脸瞬间阴沉下来。你要是敢骗我，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？大家能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存活，小心谨慎总没错吧？你最好说的是真的。之后，男人转头看向后方，你们去另外一个出口，把炸药搬回来。男人一脸开心的过去迎接。就是现在，快跑！林夕直接在驾驶位上启动车辆，我则站在门口往后面看去，发现男人也反应了过来。你们真敢耍我！可惜我们的房车早已开得很远，我根本没把男人的咒骂放在心上。房车很快来到临近隧道出口的地方，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房车重新开出了隧道口。本以为从这条隧道出去，我们就有逃脱的希望了，可开到省区街道上才发现，这里根本没有活人，全是一群丧尸在游荡。现在怎么办？那我们还跑吗？正当我犹豫的时候，后方居然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，这让我神经瞬间绷紧。快跑！他们追过来了！林夕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，房车立刻往街道深处冲去。可房车的引擎动力终究比不上越野车，很快就被他们反超，最终被几辆越野车堵住了去路。男人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拿枪对着房车的车门。你们不是很能跑吗？有种就接着跑啊！随后我跟林夕蹲在地上，不用想也知道我俩接下来的命运。你们说吧，想怎么死？我没有说话，因为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。当男人把枪口对准我时，林夕突然抬起头。我是个爆破专家，那个隧道就是我炸开的。我知道你要炸弹，肯定是有用途的。男人顿时开心起来。那行，你可以活着，那他就没什么用了。不要杀他，否则我也一头撞死在这车厢里。男人诧异地看了看林夕，然后低头思索起来。行，那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接下来能不能活着就全看你们的本事了。随后我们开着房车跟随他们往另一条街道驶去，最终车队停在了一座坍塌了一半的大楼前。男人抬手指着那座歪斜的大楼。现在明白让你们干什么了吧？林夕果断地点了点头。把这座楼炸塌，且不能太过破坏底层建筑。聪明，只要你俩能顺利保住里面的结构，我就留下你们的命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林夕，能听出来这座商场大楼里肯定有很重要的东西。之后我搬着炸药往里走，里面全是随时可能断掉的柱子，直到走到最深处的屋子，林夕才转头看向我。等会儿你跟着我走，一定要快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之后林夕将炸药安放在指定区域，男人一脸狐疑地看过来。到底可好了没有？林夕没有回答，只是自顾自地点燃了长长的引线，然后带着我赶紧往侧面走，直到快接近房车时，男人才反应过来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就这时引线刚好能烧到末尾，强烈的爆炸声瞬间响起，男人所在的位置突然出现大面积碎石坠落，所有人都被掩埋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们再也没有遇到生还者。晚上我躺在床上思考着，不明白这种日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救援。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听着雨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就有一堆丧尸在房车周围徘徊。就在林夕要启动车辆离开时，居然发现车抛锚了。我在车里绝望地看向天窗，突然发现有一架带着救援标识的直升机从远处飞来，赶紧从天窗伸出一面旗子，直升机也做出了回应。下面的居民，我们已经研发出清理丧尸的药物，请在原地等待救援。